郑师傅上路以八卦掌青龙探爪起势，下路汤尼布走桩。叶问上路以咏春问手起势，下路二字前养马站桩。八卦掌讲究避正打斜，意思是避开对手防守严密、攻击最强的正面，去攻击对方斜身、侧身、背身等部位。要做到避正打斜，便需要靠步伐进行配合。汤尼布便是八卦掌标志性步伐，模仿在泥水中行走，平起平落，贴地而行，以敌人为圆心绕圈，走够8步绕敌1圈。对应八卦的8个方位，这里郑师傅以汤尼布向左侧走了3步，手掌的位置基本不动，这便是八卦掌另一特点：身动手不动，在实战中具有很好的隐蔽和迷惑性。此时叶问站在另一端，受到圆桌的限制，郑师傅已经没有继续前进的空间，所以这里做了一个转身动作。郑师傅这个转身看似大意，其实不然。八卦掌的技法常配合转身动作，且有多种背身出手招式。正常对战中，这个转身动作极为迅速，而郑师傅的转身却很慢，故意卖破绽引叶问出手，心中早已想好后手。见叶问并未出手，郑师傅率先攻击大鹏展翅、辫子抄水。叶问侧身闪避，同时以下更手格挡。紧接着郑师傅以八卦扣步、掰步干扰叶问下盘，顺势回正身位，随后立即指天插地，右横肘、左探掌击肋、云龙线爪、背身吐信。老话讲八卦手黑，八卦掌招式不仅声东击西，具有迷惑性，且招式狠辣，直击要害部位。这一招模仿毒蛇攻击，出其不意，直奔叶问眼睛。青龙探爪、掰步扫腿、转身鞭掌、正劈掌、仰身点腿、背身穿掌、咏春撑脚。这一脚险些将郑师傅直接踹下圆桌。第一回合结束，郑师傅还是有实力的，下盘稳步，掌法灵活多变。奈何八卦掌强调步伐配合掌法，从侧面进攻，受到圆桌限制，步伐难以施展，实力也就难以发挥。而咏春讲究中线理论，守中用中，擅长正面攻防。郑师傅多次进攻难以破开对方中线，转用汤尼布向右游走，寻找侧面破绽。不过经过一回合交手，叶问也知道八卦掌不好对付，直接向左一步封起走位。郑师傅见状，故技重施，转身向左游走。不料叶问并没有让步，再次向右一步封起走位。在这仅2米的圆桌上，郑师傅本就身处劣势，现在又被封死走位，只能正面硬拼。叶底藏花，叶底藏花便是暗藏手的典型，用前手出虚招迷惑对方视线，后手出杀招攻击对方。背身穿掌、枕手外格、拍手拦挡、白猿线逃。白猿线逃是八卦掌中经典杀招，威力极大，用双手攻击对方下颚，下颚周围神经丰富，且连接人体3叉神经，一旦击中，轻则麻木眩晕，重则昏厥瘫痪。可见郑师傅要全力以赴了。单撞掌、看手外格、枕手格挡、绑手拦挡、右冲拳、侧身拍手、转身鞭掌、擒臂下压。叶问欲将其摔下圆桌，而郑师傅借力抬脚缠腰上身。叶问蓄力向右发力，将郑师傅甩飞。郑师傅在落地的瞬间，一招龙盘身稳住身形，随后一记龙起身站起。郑师傅这一招当真丝滑，动作一气呵成。这里也是郑师傅第4次转身，因此也被网友戏称转师傅。经过2个回合的较量，郑师傅深知在圆桌之上，叶问已立于不败之地。侧踹腿，这里明显郑师傅在故意认输，此刻在对峙状态，却以高位腿法出招，破绽极大。叶问侧身闪避，顺势搂腿抛摔。咏春踩脚、咏春勾脚、按头冲锤。此刻叶问接连击败2位师傅，这2人在香港武行中仅次于洪振南的顶尖水准。还有哪位师傅有兴趣来？台下众人无人再敢应战。下一场洪拳战咏春。